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总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温度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。 谁会抓住幸福充满脚步？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，穿越流言才会遇见祝福，时间会帮我庆祝，所以要学会关注，而不是去羡慕，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，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。 手牢牢的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明天就回公司去，跟那个经理说，你要炒掉我，行，不过请根据雇佣法令，给我7天的通知。 我再也不会听你的指示了。上次就是因为听了你的指示，我被经理发掉了咯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是不是又要我送你一些金玉良言？我明天听你的就是了。难道真的要照他的话做吗？大家都知道我已经被炒了。 如果还死着面子回去的话，不是很好笑？即使拿到了7天的时间，不过最后还是会被炒掉的啊。168个小时可以做多少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包括让那个经理收回解雇你的决定。怎么可能？这个女人整天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。 他以为扭转乾坤这么简单啊！静静啊！你有听到我讲话吗？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像蚊子一样一而一。吵死人了！柔雅已经2天没有去公司了，会不会出事了？为了柔雅，我应该回公司看看她的。 你现在退后一小步，就是人生走向失败的一大步。哎，浩威，你不是被 fire 了吗？是不是舍不得我们啦？人家哪会舍不得我们？舍不得的是大美女吧？陈浩威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经理，我们可以谈一下吗？没什么好谈的，你的薪水会计部算好后会汇入你的户口里。 经理，我们私下谈一下好吗？不好，我跟你不是很熟，有什么话在这说好了。不过，如果你是要收回法院你的决定，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我明白，现在外面的行情很坏，找工作不容易。不过人家说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就算你这匹烂马，这里草早就被大家吃光了，没你的份了。 你们还笑？你们真的是害马这群，连人家的那堆草都吃光了啊！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解雇我，经理，我说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解雇我。我已经在这个公司工作了超过26个星期了。根据雇佣法令来说，如果公司要炒我的话， 就要给我7天的通知，并且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，不然
我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你。所以，经理，请你遵照雇佣法律办事。那这本书呢，是讲一个爱玩电脑游戏的学生坠入游戏里头的奇特经历，带出孩子们之间的友情和问题，很适合 Benjamin 阅读。对一个小学生来说，文字可能深奥一点，你要从旁协助。那还有这本。姐，快9点了，你不用上班啊？我正在放长假，时间多得很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快9点了8点50分。啊，我的手机呢？啊，可能在房里吧。哎呀，姐，你慢慢找哦，我先走了哈，拜拜。喂，陈凯，浩莲在吗？他已经出去了。出去多久了？5分钟前吧。你找他什么事啊？该不会是我们昨晚又被偷拍，被上载到网络上去了吧？哦，不是。那就好。那就好。你是担心？难道昨天晚上我们2个真的接吻了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不是很确定。如果久一点，或许就分辨得出来。其实当时我也是太紧张了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抗拒。不能怪你，我当时也是很紧张，毕竟是我的第。扯到哪里去了？浩莲，刚才我们说的浩莲，他一定是去赴一个约了。5分钟，他现在应该还在巴士站，你快去看看。可以的话，跟在他后面，不过不要让他发现，我随后就到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去。他还真厚脸皮啊，竟然跑回来硬要多7天。7天不用做工，白拿薪水。他一定以为艾文会送他7天假，让他在家翘脚。我怎么没想到如雅会出去玩呢？什么时候才回来啊？睡觉。这些文件给我从头到尾打一遍，这就是你这7天的工作 ，understand？ 是经理。犯贱！哎，经理，干什么？是不是7天不过还要给1个月的通知啊？不是的，我想请问你一下有关柔雅的事情。穷心未了，色心又起，柔雅就是被你这个笨蛋害死的。经理。Alan， 哦，我到了，你在哪里？看到你了，在你那左手边。哦，看到了，在哪里？他们在那里。那个女的才刚到，我觉得这个女的很面善，不知道在哪里见过。回家之后越想越怕。怕什么？这是5万块的现金支票哎，要是可以兑现的话，这5万块是我的哎。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有那么多钱，当时也只是随口说个数目，没想到真的答应了。这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容易的事吗？5万块钱对我们来说确实不是小数目，可是对那些做生意的来说啊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他们的5万块啊，就跟我们的5块钱一样。
可是那些你不是说你老爸的公司差点倒闭吗？哎呀，那是以前的事了，现在应该好很多了吧？你放心吧，等银行一开门，我就陪你去拿钱。不要啦，我怕会连累你。怎么会呢？万一有警察在银行外面埋伏，等我们一出现就出来抓人，那你不是变成我的同党？那么紧张干嘛？你懂什么？要是我被抓去坐牢，我弟弟跟阿嬷就没有人来照顾了。对不起。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帮我的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银行快开门了，我们去拿钱吧。我先上一下洗手间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女孩子就是之前和浩年一起串通来骗我的钱的。我知道。这个孩子，我不是警告过他，叫他不准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了吗？我一直在找这个女孩子。所以你的目标是她？等我一下。这个女人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啊，滚开！警察！啊，真是，要不然不可能那么巧的，还是打给浩年吧。浩年好像说他是个监狱官，难道他要抓我去坐牢？不能被抓，我还要照顾弟弟和阿嬷的。你是 Abigail 吗？Abigail！ 快点走，有警察要抓我。5万块，有 home living， 那不是陈凯的公司吗？你确定他是警察吗？好像是因为你那句“除非我们被跟踪了”，上厕所的时候总觉得有人一直在跟着我。这个女人长得很高，好像在哪里见过她。你见过他？上一次我们合作骗你老爸5000块的时候，我就碰到这个女的，她跟今天一样，也是穿着便服。幸好啊，走得快，要不然早就被她抓了。是不是他？真的是她。贺学美，你搞错了，他不是警察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可是监狱官跟警察不是差不多吗？监狱官是没有权利抓人的。他没有权利抓人，可是有权利叫人家来抓我啊！他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你对他那么了解，连他名字都知道？他是我的，不对，他是我们4个兄弟姐妹的死对头，是高级监狱的监狱官，负责男子监狱。听说啊，只要在监狱提到 Madam Hall， 没有人不知道。他的外号叫老虎。老虎？这只母老虎啊，想要当我们的虎妈，
他要当你们的妈？他正在跟我爸交往，可是我们4个都强力反对。可是他这一次很明显的是冲着我来啊，而且他连我家 ABQ 都知道哎。之前他有向我拿过你的电话号码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没给他。根本都不认识他，他干嘛要找我啊？你不是曾经说过你爸在坐牢吗？嗯哼。我觉得啊，这件事有可能跟你爸有关。不过你可以放心了，至少他不知道5万块钱的事情。他现在知道了。Morning bro， 哇，一大清早就叫我来请我喝咖啡啊！嘿嘿，不好意思，早上一起来就看到你的夺命连环 call， 我的 handphone 放 silent mode， 没有注意到。嘿嘿，哎，范小姐早。哇，哎呀，干嘛拉长着脸呢？吵架嘞？哎呀，小两口吵架，情趣啦，哎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嘿嘿。Sorry， 我知道一点都不好笑，我只是想让气氛变得轻松一点而已。什么事啊，bro？我问你，这5万块的支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之前你和我说你岳父要动手术，需要用到钱，我才答应从公司的流动资金里面拿1万块出来帮你，怎么变5万块了？而且是现金支票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bro。这件事情我会跟你解释的，在贺小姐面前，我们不要谈公司了啊。OK， 不打扰你们。不好意思啊，拜拜。忘了告诉你 ，Abigail 是个未成年少女，她还不到18岁。Robert， 你这一次啊，真的是玩出火了。玩什么火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还要装傻？你和那个 Abigail 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要给他5万块啊？你是不是和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？那不，天地良心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未满18岁的。你看他的样子，看得出来吗？那我跟那些嫖妓出击的家伙不一样的啊，我跟他是有感情的啊。你在扮什么清高啊？和那些嫖雏妓的人不一样，依我看，你比那些人更可恶啊！你是已婚男人啊，有什么资格跟人家谈感情啊？而且还是和一个未成年少女，你不止侵犯人家，还欺骗人家感情。我已经劝过你很多次，叫你不要在外面乱来了吗？就是不听，还好意思和我说什么自己魅力无法挡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竟然去搞一个未成年少女。嘘，小声一点啊 ，bro。我都说了我不知道啊，你以为我明知道还要冒着身败名裂、冒着坐牢、冒着妻离子散的危险去跟一个未成年少女上床吗？我又不是笨蛋。你不是笨蛋，你是色欲冲脑。那我现在不错都错了，你要我怎么样 ？bro， 现在那些年轻美眉啊，没你想象中这么简单的。他们1个2个都在看那些名牌包包、名牌鞋子，一发现我不能满足他们，全部都跑了。那也不是你自找的，是我自找的，是我犯贱，可以了吧？可是你不要以为那个 Abigail 很无辜哦，她可是有计划的在网上钓男人的。等我上钩之后呢，就说啊，她男朋友发现了，要去报警，然后看我急了，就说啊，她试试看，叫她男朋友放我一马，不过要用钱来解决。好了。算我自认倒霉喽，谁叫我没有事先 check 他的 IC 呢？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，老天爷有眼的。你不要以为用钱就能够解决所有的事。哎，为什么早不交迟不交，偏偏在这个时候交一个女朋友？喂，你还好意思怪我？不是，我不是怪你，我是担心，我担心你那个监狱官女朋友啊。你看她那张脸，像女包公一样，好像随时会说给我拖出午门，斩首示众。还有啊，刚才他看我的眼睛啊，好像会发出激光射穿我一样啊。不，这次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啊！我怎么帮你啊？
叫他不要把事情闹大啊。我知道，我挪用公司的钱是我不对，千不该万不该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啊，你放心，那5万块我一定会填补回去的 ，OK？Robert 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啊。那不是钱的问题，其他问题你帮我解决就好啦。啊，这么多年兄弟，你不可能看着我去死吧？啊，就好像当年你就快破产了，我还不是一样拼了老命拿20万出来帮你？喂，你不要整天把这20万挂在嘴边行不行啊？你那笔钱啊，已经连本带利赚回来了。是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要拿这件事来证明说我们的兄弟情有多坚固，多么经得起考验啊。那一场兄弟，你不可能会想看到我去坐牢，不可能想要看着我身败名裂，更不可能想要看着我老婆跟我离婚，更不可能想要看我女儿不认我这个老爸爸，对不对？Robert 承认和 Abigail 交往过，不过时间很短暂。等一下，你刚才是不是说他们2个交往过？啊。开什么玩笑？他们2个的年龄起码相差25岁，这与其叫交往，不如叫做……我真的找不到更适合的词语来形容了。你说的对 ，Robert 也知道他们的年龄相差太远，所以想终止这段关系。但是 Abigail 不肯，所以他便想给他一笔分手费。哼，我看他是怕吃官司上法庭吧。Robert 说他和 Abigail 并没有发生过那种关系。你相信他？他跟 Abigail 如果没有过关系，会给他5万块。我知道，他是你的朋友，在生意上也帮过你。可是，在是非黑白面前，还是应该站稳立场的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这种事一个人说不清。是，只有找到 Abigail， 一切才能真相大白。你说的很有来的。Hello， 他就在这里啊。你等一下，浩莲找你的。Hello。只有你一个人吗 ？Abigail 呢？道歉。道歉。没错，我要你向我道歉。总得知道道歉的理由吧？你昨天晚上偷看我手机的讯息，可以不承认，你也可以不道歉。不过我会瞧不起。我不是有意的。不是有意，你还是看了啊？是。抱歉。这样算什么道歉啊？我道歉。对不起。好，我接受。看你的高度，你以前应该是篮球校队的吧？要不要表演一下？抱歉，让你失望。我不是篮球校队。篮球教练的确是看中我的高度，想要训练我，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。大概是发现我没有这方面天分吧。唉，真的令我失望。看你那么神通广大、神出鬼没，我还以为你是全能的。没有人是全能的，每一个人都有擅长的地方跟不擅长的地方，所以才需要互相取长补短。你不一样，你的个性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另类的吧？虽然有时很臭屁，很自以为了不起，样子也不怎么讨人喜欢。不过没关系的，我愿意接受你。谢谢你释放你的善意。有没有附带条件？附带条件很简单，把 Abigail 的东西还给他。OK。捡到的东西都在里面，除了支票。是。把支票拿出来。那是一张现金支票，任何人捡到了都可以去兑现。5万块，
不是小数目，我得亲自交给他才行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他？我见到他，自然会告诉他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绝对没有恶意。我希望能帮到他。没有恶意，希望能帮他。以前有一个导官跟 Abby 说一样的话，结果呢 ，Abby 在他的帮忙下，被送进了少女收容所。我们是不会再相信你们的话。快把支票拿出来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进少女收容所吗？知道又怎样？既然知道，就应该明白，那辅导官把他送进收容所，不是要陷害他、出卖他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想听你说那么虚伪的话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，Abigail 的事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复杂，其中可能牵涉到一些不法集团和犯罪组织。你贸贸然行动，不止帮不了他，可能还会给自己和 Abigail 带来危险。真的啊，好可怕哦！那你这个英明神武的女侠，是不是要来救我们呢？拜托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？少用那么幼稚的方法了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要不要把支票交出来？不交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要不要把支票交出来？还是不交？我再问。够了！你再问下去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我们再这样争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这样吧，3球定胜负。我赢了，你让我见 Abigail 一面；你赢了，我把支票交给你。你是认真的？我像是在开玩笑的吗？我可不想趁人之危啊！我有言在先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篮球校队的队长。搏一搏，碰碰运气吧。好啊，那你最好遵守诺言。你也一样。决定性的一球了，小心点。不可能的，你不是说你不是校队的吗？我的确不是校队，是国家队。我今晚还得赶一个 project， 你们不用等我吃饭了。我昨天去看柔雅，那么倒霉，被他撞到了。回公司后，马上被他公报私仇，原本 OK 的 project 打回来重做，搞到我额头3条线。知道了，我一做完工作马上就回去 ，OK？ 啊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啰里啰嗦的，迟早跟你离婚。大哥你好，帮我跟前面那辆车。
How are you？ 还好。惨了，柔雅真的进医院了。Ivan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又要照顾家庭，真的不用花时间来看我了。你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工作，家人又不在你身边，我不照顾你，谁照顾你啊？这你不用替我担心，我从中学开始就在这里读书了，这已经是我家了，我朋友都在这儿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对你的关心是超过任何人的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但你应该以家为重。你太太和孩子一定在家里等你吃饭吧？你快回去吧。我就知道你要提这个。就算我现在回去，那也是相对无缘。食之无味的晚餐，不吃也罢。我跟我太太的感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她过她生活，我过我的。离婚是必然的事。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？说得好。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啊 ？Ivan， 我们只是同事。我知道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不担心没有人追求。但是，像我这种事业有成，又刚步入成熟期的男人并不多。女孩子嘛，要实际一点。现在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并不靠谱，他们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又怎么带身边的人幸福呢 ？Ivan， 你别再说了，我现在很累，想休息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吧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会在你身边陪你。真的不用了，我现在有点发烧，哦，好像要感冒了，传染给你就不好了啊。是吗？没事，你尽管传染给我吧，我不怕。别说是感冒，就算是像 SARS 一样的病毒，我也会留在你身边，默默的看护你。是啊，Ivan，我一定要帮柔雅赶掉这个混蛋。怎么帮啊？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我要怎样帮柔雅？你不应该问怎么可能，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可能。对，为了柔雅，什么都可能。对不起，病人不适合探访啊。验血报告得了传染病。传染病？医生，那要不要紧？这个现在还不太清楚，要进一步的观察。病人要隔离，预防传染病。柔雅，那你好好休息啊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。刚刚不是说什么都传染给我吗？医生，啊？我今天好像没有验血。哦，对，我忘记了，我应该搞错了吧？对不起。陈浩威，你是浩威吧？还真的是你。Mary， 有没有看到我的医生袍？那边，门在那边。Doctor 哥，你找护士啊？没事。你真大胆哦！我刚刚也好紧张哦。
怎么来了？给你 surprise 啊！快打开看看吧，快啊！这是你喜欢的颜色，剩下最后一双了，还好有你的喜好。不是跟你说好不用买了吗？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啊，快穿给我看看吧。Nat， 可以走了。他怎么会在这里的？你不是说跟他分手了吗？情侣鞋，难道就为了一双鞋子吗？Nat蛋，我看不起你！拿走你的臭鞋！哎，啊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不要丢女人的脸了。你们给女人留点面子好不好？只不过是一个自私、像个白痴的小男生，有什么好争风吃醋的？哎，安迪，你是什么人啊？说话客气一点好不好？两个女孩子在打架，你却站在那里动也不动，好像事不关己那样，不是像个白痴是什么？跟一个女生在一起，又跟另外一个女生打得火热，像你这种行为，因为你年纪小，我称你为自私；如果年纪大一点，就是一脚踏两船，用情不专，情场败类。为了一双鞋子，去伤害一个仰慕你的女孩子的心。既然不懂得爱，就没有资格被爱。知错能改，回头是岸，将来还可能有大好前程。但是如果执迷不悟，以为自己长得帅一点，就可以左右逢源，占女生的便宜，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你这一生不会有什么出息。好了，说完他就到你们两个了。你 shut up！ 怪不得我觉得你熟口熟脸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天说脚抽筋叫我们扶你一把的女人。我也想起来了，你不但不帮我，还说要帮我叫棺材车。你这个女孩子，心地太坏了。Shut up！ 我说你，也是为你好。年轻人，嘴巴不要那么毒，心肠不要那么坏，要不然 you shut up！ 你一声 shut up 我忍，第二声 shut up 我还是忍。人家说见好就收，你见好不会收，可恶！年纪轻轻，心肠那么坏，可悲！还不会赚钱就一身名牌，名牌表、名牌包、名牌鞋，嘴唇涂得像猴子屁股一样，可叹！为了一个小男生争风吃醋，当街打架，可哀！还不会赚钱，就大手笔买名牌送人，可怜！骂得好，再骂，再骂！你少兴风作浪、摇旗呐喊了，你不觉得我也在说你吗？你骂够了没有？不知道我爹地是出名的大律师吗？我只要打一通电话给他，你就等着被告到破产吧。那么厉害啊？那就非找他谈谈不可了。大律师的女儿不帮忙有困难的人，还说要帮忙叫棺材车。大律师的女儿为了一个小男生争风吃醋，当街打架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闹出什么大新闻，丢大律师的脸。大律师打官司那么厉害，教女儿实在是不行。看来我得好好提醒他才行。来，给我他的电话号码，打电话跟他聊聊。神经病啊你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有事没事都闪出来的？
陈慧妍，他是不是你的人？才不是哎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哦，原来我是个毫不相干的人啊。那好啊，我不干涉你们了，你们继续打吧。不过这里是公共地方，我站在这里看你们打架，总可以吧？继续啊。哎，等一下。Cameras rolling, action！ 喂，不要停啊，继续打，打呀！你敢跟他走，我们就完了。对不起啊。恭喜你了！你少废话了啦，滚开！你不应该生气，更不应该伤心，相反的，应该高兴。You deserve the best。现在失去的，一点都不必觉得可惜。废话。相信我吧，多年以后你再回头看今天，会很庆幸那个小男生是选择离开，而不是留下来。你怎么会来这里的？你不知道，你的手机被安装了跟踪器。你是什么人啊？你解读不到我的笑话吗？什么烂笑话啊？一点都不好笑。OK。我会改进的，放心吧，我不是跟踪你到这里来的。我到学校是想见你的校长，可是他有急事去了教育部一趟。我向你的同学打听，有人告诉我你在这里。你去见校长干什么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谁让你去见校长了？你的daddy忙着处理生意上的一些事，而我现在又在放长假，时间多的是。所以他就让我带他来喽。你可不可以在我面前消失啊？哎，你鞋子啊，还新新的，可以上网卖哎。那女人碰过东西我才不要！哇，口气那么大，等你以后自己赚钱的时候才来耍这种性子吧。喂，好像是我的鞋号，卖给我吧，多少钱？我警告你啊，别再跟着我了！你是因为那个女生才搞到校长要见家长的吧？我只是想了解事情的始末，不能只听校长的一面之词，对不对啊？这女人那么厉害，那么毒舌，让她去对付校长也好。好，请我吃饭。OK。吃什么？高级日本餐，最好是有和牛沙西米、北海道大螃蟹。哎，柔雅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